压垮哈里王室回归路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居然是12年前他主动塞到女记者嘴里的一颗止痛药。谁都以为97项指控全书，背上1000万英镑诉讼费，已经是他这趟反应的谷底了。没想到官司刚落幕，被他当庭说成只见过一面的陌生记者夏洛特·格里菲斯，直接甩出一篇万字长文，把2011年那段被他全盘否认的交往细节扒得底朝天。从庄园派对上的信任测试，到 Facebook 上的暧昧互动，再到他随口泄露凯特怀孕的王室机密，每一个细节都精准戳穿了他经营了6年的被媒体围猎的受害者人设。这哪里是普通的陈年八卦爆料，是直接把苏塞克斯夫妇安身立命的叙事根基给连锅端了。这场连环翻车，每一步都比电视剧还狗血。事情的起点还是那场打了4年的隐私官司。哈里联合埃尔顿、约翰等6位名人，起诉《每日邮报》母公司联合报业集团非法窃听、盗取隐私，前后后列了97项指控，索赔5000万英镑，号称要跟英国小报算总账，替所有被骚扰的公众人物伸张正义。他在法庭上的人设立的特别稳，说自己一辈子都刻意跟小报记者保持距离，从来不会私下跟报业从业者来往。所有私人信息全是媒体靠非法手段偷来的。提到夏洛特这位星期日邮报的女记者时，她更是说的斩钉截铁。两个人只在2011年的一场庄园聚会上见过一面，知道对方是记者后立刻断了所有联系，根本算不上朋友。结果法官当庭甩出了俩人的 Facebook 聊天记录，当场就把他的证词砸出了窟窿。记录里明明白白写着，夏洛特叫他淘气先生，他喊对方甜心，甚至还写过想念我们依偎着看电影的时光，互动持续了快2个月，根本不是什么见过一面就断联。本来到这儿就够尴尬的了，没想到7月8号，夏洛特直接发了一篇万字长文，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全抖了出来，连细节都给得明明白白。俩人第一次见面是2011年12月，在汉普郡一处4000英亩的庄园射击派对上。当时夏洛特27岁，只是个刚入行的实习八卦记者，出身普通，连像样的礼服都买不起，只能穿一条 H&M 的连衣裙赴宴。哈里刚从加州学完武装直升机驾驶回来，正是王位第3顺位继承人，年轻张扬，风头正盛。晚宴座位表刚好把俩人排在一起，哈里看着穿平价裙子的陌生姑娘，上来就搞了个所谓的信任测试，掏出一颗白色药片，直接塞到她舌头上，笑着说：“现在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了。”后来夏洛特才知道那只是扑热息痛止痛药，可第一次见面就做这种越界的事，足以见得当时的哈里有多随性傲慢。那个周末的荒唐事远不止于此。晚宴前，哈里偷偷溜进餐厅，把长桌上的银质动物摆件一只只摞起来，摆出各种跨物种交配的恶作剧姿势，逗得在场的年轻人大笑不止。夏洛特也是那时候给他取了淘气先生的外号。周六打猎时，他误杀了猎场管理员养的标记白雉，按规矩要捐几百英镑慈善款，他却笑着打哈哈绕开了话题，全程没提捐款的事。晚上业余魔术师来给派对表演节目，他全程高声跟旁人聊天，粗鲁打断演出节奏，最后魔术师只能用把王子关进冷柜的魔术梗小小报复了一下。一群人窝在影音室看电影时，他聊起自己维持通宵派对的秘诀，把肌酸碾成粉末吸入，既能保持精力，又能躲过军队的药物抽检。说这话时，他满脸得意，完全没顾及身边坐着的是小报记者。派对结束半年后，俩人还见过第2次面。2012年6月，哈里临时在切尔西的豪宅开通宵派对，主动托朋友喊夏洛特过来，还特意把私人手机号发给他。那天地下室里20多个年轻人喝酒跳舞闹到天亮，哈里全程热情招待，完全没有半点知道记者身份就避之不及的样子。更重磅的是，哈里明知道夏洛特是星期日邮报的记者，不仅没回避，还随口跟他聊了不少王室内部的事，甚至包括凯特刚怀上乔治王子的消息。那可是当时王室最高级别的机密，威廉和凯特都还没对外官宣，哈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当成了聊天谈资，说给了一个小报记者听。好在夏洛特有职业底线，压着这条顶级独家没发。
一直等王室官方官宣了才跟进报道。不仅如此，之后10几年他从来没对外提过和哈里的这段交情，哪怕这段关系能帮他赚足行业名气，他也守口如瓶。按说人家给你保了10几年的密，没拿你的私事赚过1分钱，你打官司别把人拖下水也就算了，可哈里偏不。当庭不仅全盘否认俩人的交情，还暗戳戳把脏水泼到夏洛特身上，暗示他是靠非法手段窃取自己的隐私，甚至放任粉丝网暴对方，骂他是想攀附王子的妖艳女郎。换谁能忍？夏洛特本来不想掺和这趟浑水，是被哈里的谎言逼到了墙角，不得不拿出所有证据自证清白。说白了，他不是主动爆料蹭热度，是被哈里亲手推到了台面上。这场爆料一出，舆论直接炸了，大家才发现哈里嘴里无孔不入的邪恶媒体，很多时候是他自己主动凑上去的。他口中被窃取的隐私，不少都是他自己随口说出去的。更打脸的操作还在后面。2025年夏天，哈里梅根的公关顾问主动约夏洛特吃午餐，特意给他放了一堆夫妻俩想和查尔斯缓和关系的正面素材，授意他写系列报道造势。夏洛特按照对方给的消息，写了头版文章，讲俩人的团队要和王室助手会面谈和解，还安排摄影师拍下了克拉伦斯宫附近阳台会面的照片，全程都是按哈里团队的剧本走。可报道发出去没多久，哈里那边就反手操作，让身边的消息人士向每日电讯报放话，说夫妻俩对照片泄露非常失望，暗指是王室内部故意放料抹黑他们，等于明明是自己主动安排的宣传，转头就把锅甩给了媒体和王室，把自己塑造成被偷拍的受害者。夏洛特当时就觉得无比荒谬，自己配合他们做正面宣传，最后反而被扣上非法窃取隐私的帽子。这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操作，比娱乐圈的公关套路还熟练。很多人只当这是个王子年轻时的荒唐八卦，笑笑就过去了。可往深了扒就会明白，这场爆料炸穿的不只是哈里的私人往事，是他整个受害者叙事的底层逻辑，更是他跟王室决裂的隐形伏笔。先说说最核心的双标问题。哈里打了这么多年媒体官司，立了这么多年的受害者人设，核心逻辑就一个：所有关于我的私人报道，全是媒体靠窃听、跟踪、非法调查得来的，我是被围猎的无辜王子。可夏洛特的证词直接把这个逻辑砸穿了，很多所谓的隐私根本不是媒体偷来的，是哈里自己主动送出去的。他主动加记者好友，主动给私人联系方式，主动聊王室的内部消息，主动把私生活的细节摊给对方看。年轻的时候，他需要关注度，需要有人倾听他的抱怨，满足他的存在感。记者的身份刚好能给他这种我的故事很重要的确认感，所以他主动凑上去，把自己的生活递到人家面前。等后来他要力反抗媒体压迫的人设，要靠打官司博同情的时候，又翻脸不认人，把所有的信息泄露都推成媒体的非法操作，甚至为了圆自己的谎，不惜把10几年前守口如瓶的旧相识推出来当靶子泼脏水。这就像你主动把自家秘密告诉邻居，转头又告邻居偷窥你家隐私，还要人家赔你钱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更讽刺的是，他对隐私的双重标准，别人不能提他的半点私事，提了就是侵犯隐私，十恶不赦。可他自己呢？奥普拉专访曝王室种族歧视，网飞纪录片拆王室的台，备胎自传把全家老小的隐私扒得底朝天，连威廉跟他打架，凯特孕吐，查尔斯的私人谈话都写进书里卖钱。他一边拿着家人的隐私换流量、换稿费、换商业合同，一边要求所有人都替他守好隐私，连10几年前的旧相识都得配合他撒谎。说白了，他的隐私保护从来都是双标的，别人的隐私可以随便拿来变现，他的隐私碰一下就是滔天大罪。他可以随便泄露王室的机密，媒体却不能报道他的任何私事。这套双标玩了6年，之前靠着落难王子的滤镜，还有不少人买账。可夏洛特的长文一出来，等于把他的双标摊开在太阳底下给所有人看。法官为什么判他全输？核心就是证据不足。既然他自己都主动跟小报记者来往，主动泄露私人信息，
那报社的报道完全有合法来源，凭什么认定人家是窃听的？他不是输给了《每日邮报》，是输给了自己10几年前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，输给了自己翻来覆去的双标逻辑。更扎心的是，这场爆料也彻底揭开了威廉和哈里兄弟决裂的深层原因。之前大家都觉得兄弟俩闹掰是从梅根进门，哈里退出王室开始的，最多就是备胎里的爆料伤了感情。可夏洛特的证词里有个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，2011年，哈里就随口把凯特刚怀孕的消息告诉了一个小报记者。那是什么概念？凯特怀乔治王子，是威廉和凯特结婚后的第一个孩子，是王室的第3顺位继承人，属于最高级别的王室机密。按照王室规矩，前3个月胎儿不稳绝对不能对外说，更何况是告诉一个小报记者，稍有不慎就是全球头条，会给怀孕初期的凯特带来多大的压力和骚扰。威廉有多护着凯特和家人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哈里明知道哥哥的底线，还是把嫂子怀孕的消息当成社交谈资，随手就说给了记者。只不过夏洛特守了职业道德没发，才没酿成大祸。换句话说，哈里出卖家人隐私，根本不是从写备胎才开始的。10几年前，他就已经习惯了把哥哥嫂子的私事当成自己维持社交关系的筹码。他根本不在乎那是不是别人的隐私，不在乎威廉愿不愿意让外人知道，只在乎自己有没有话题能聊，能不能换来对方的关注。威廉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估计只会觉得后脊发凉。原来自己这么多年的防备根本不是多心，弟弟早就做过类似的事了。之前他还能安慰自己，哈里是被梅根裹挟了，一时糊涂。现在才发现，对方骨子里就没把家人的隐私当回事。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威廉现在态度这么坚决，连同城12英里都不肯见一面，连电话都拉黑。不是他绝情，是一次次的失望攒够了。小时候相依为命的弟弟，一次次把家人的隐私拿出去换流量、换钱、换存在感，换谁都没法原谅。凯特作为夹在中间的人，估计更是心寒。当年她刚嫁进王室，哈里没少对外说嫂子的好话，结果转头就把她怀孕的私事说给记者。后来备胎里又调侃她孕吐，暗指她小气，桩桩件件加起来，再好的脾气也磨没了。之前他还劝威廉给哈里留扇门，现在估计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了。说白了，兄弟俩的裂痕从来不是一天形成的，是哈里10几年里一次次的越界，一次次的消耗，把情分磨没了。夏洛特的爆料只是把藏了10几年的隐情掀了出来，让所有人都看清，威廉的冷漠从来不是小题大做。这场连环翻车，最坐不住的肯定是梅根。有内部消息说，他看完夏洛特的长文，当场脸色就变了，浑身发冷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别误会，他不是吃醋哈里10几年前的风流事，是他清楚的知道，哈里的人设一崩，他的整个商业帝国都要跟着陪葬。俩人离开王室这6年，所有的生意、所有的合作、所有的流量，根基全是被王室压迫、被媒体骚扰的受害者夫妇这个人设。梅根卖果酱，做生活方式品牌，打的是挣脱王室规训的独立女性标签。哈里做演讲、拍纪录片、办运动会，靠的是反抗媒体暴力的觉醒王子人设。他们的产品卖得比同类贵几倍，凭什么？就凭这个人设滤镜，粉丝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。可现在，哈里被曝主动跟小报记者来往，自己泄露隐私，等于直接把受害者人设的根基给砸了。本来现在生意就不好做 ，As Ever 品牌的库存危机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，65万份果酱、花茶、糖霜饼干压在仓库里卖不动，光果酱产品限龄期就可能造成500万美元的损失。连 Netflix 办公室都堆满了免费送的滞销库存，网站流量更是一路跳水。美国地区月访问量从巅峰的18万跌到6万，跌幅超过60%。原本谈好的几家线下商超合作，看到人设风波，直接暂停了洽谈，生怕产品卖不动砸了招牌。民调数据也难看到了极点。每日快报针对哈里反映的读者投票里，90.4%的受访者都认为他不配住白金汉宫，应该自己找酒店。YouGov 的最新民调里
他的正面支持率已经跌到23%，梅根只有18%，仅比深陷丑闻的安德鲁王子高一点，创下了俩人退出王室以来的最低纪录。现在人设又崩了，后续的合作只会更难谈。品牌方找代言，最怕的就是艺人形象翻车，尤其是他们这种全靠人设撑着的生意，人设一倒，商业价值直接腰斩都不止。更尴尬的是，梅根一直对外营造的是被王室和媒体联手逼走的落难王妃形象，可现在连哈里的受害者身份都站不住脚，他的叙事自然也跟着动摇。网友只会觉得，合着你们天天喊着被骚扰，很多时候是自己主动递的料，那之前的眼泪控诉到底有几分是真的？也难怪他反应这么大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陈年八卦，是直接砸了他们夫妻俩的饭碗。之前哈里官司输了，还能卖惨说法官偏袒，王室打压，维持一下受害者形象。现在被旧相识实打实的证据打脸，连卖惨的立足点都没了。说到底，他们俩本来就是深度绑定的商业合伙人，婚姻和生意早就绑在了一起。哈里的口碑崩了，梅根的生意不可能独善其身。这颗12年前的小药片，现在炸穿的是两个人的饭碗。整件事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王室的态度。从官司败诉到夏洛特爆料，白金汉宫全程一句话都没说，既没落井下石，也没出面维护，就安安静静地看着事态发酵。王室内部的态度远比表面更坚决。有王室消息人士透露，威廉看到夏洛特爆料里哈里早年泄露凯特怀孕消息的细节后，只是沉默了很久，没有一句评价，反而让助理把接下来半年的公务排得更满，完全没有要回应的意思。这种沉默比发火更可怕，等于他彻底坐实了哈里拿家人隐私当筹码的判断。兄弟之间最后一点情分也被这桩陈年旧事磨得一干二净。查尔斯那边也彻底断了和解的念头。之前他还总念着父子情分，觉得哈里只是一时糊涂，总留着转圜的余地。可这次官司败诉家人设崩他也看清了现实，哈里的行事逻辑早就和王室背道而驰，再一味退让只会拖累王室形象。原本还在商议的圣诞节家庭邀请，直接被悄悄从日程表上拿掉了，等于连年底的最后一次和解机会也彻底关上了门。这种沉默本身就是最明确的态度。查尔斯之前还念着父子情分，一次次给台阶，给住所留余地，哪怕哈里闹得再凶，对外也会说一句仍然爱着我的儿子。可现在呢，连一句场面话都懒得说了。不是当父亲的心硬了，是哈里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到了王室的底线。法庭上撒谎，人设崩塌，口碑暴跌，再跟他走得太近，只会连累王室的形象。更何况查尔斯现在正在推进精简王室，本来就要剔除消耗王室公信力的边缘成员，哈里现在这个样子，刚好印证了精简的必要性。威廉就更不用说了，本来就对哈里彻底失望，现在又知道10几年前对方就泄露过凯特的隐私，只会更坚定地跟他划清界限。他是未来的国王，不可能让一个口碑崩盘、谎话连篇的弟弟影响王室的稳定。甚至连旁支的亲戚估计都会躲得更远。之前彼得·菲利普斯婚礼就没请哈里，现在出了这档子事，大家更怕跟他扯上关系，指不定哪天自己的私事也被他当成谈资说给记者听。等于这场官司加爆料，直接把哈里在王室的路堵得更死了。之前他还想着靠打亲情牌回来蹭热度找退路，现在别说回归核心圈了，连见查尔斯一面都难。他之前总觉得自己是王子，流着王室的血，不管怎么闹，王室都会给他留一扇门。可他忘了，王室的包容也是有底线的，消耗光了情分和信任，再近的血缘也没用。更讽刺的是，夏洛特说自己守了10几年的秘密，从来没主动爆料过，是哈里打官司把他拖进来，才逼得他把事情说出来，等于哈里自己挖了个坑，把自己的过往、人设、退路全给埋进去了。他本来想靠这场官司坐实受害者人设，顺便拿几千万赔偿补家用，结果官司输了，人设崩了，还把10几年前的荒唐事全炸了出来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说一句史诗级翻车都不为过。
温莎家族传承700多年，见过无数大风大浪，最看重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流量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分寸和底线。威廉守住了家人和制度的底线，查尔斯守住了王室存续的底线，哪怕过程里有心软，有拉扯，最终还是站在了规矩这边。而哈利手里握着最好的牌，却一次次用谎言和双标消耗自己的底牌。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，总觉得受害者人设可以吃一辈子，却忘了假的永远真不了，靠谎言堆起来的人设，迟早有他的一天。12年前，一颗小小的药片，当时只当是年轻人的恶作剧，没想到10几年后，成了炸穿整个人设的导火索。命运的馈赠早就标好了价格，年轻时随口说出去的秘密，随手消耗的信任，总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。以后哈里的路只会更难走，王室的门越来越窄，商业的路越来越堵，连支撑了6年的受害者人设都撑不住了。如果还认不清现实，继续抱着双标和侥幸过日子，那以后的跟头只会摔得更疼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